哎，你看看它的衣帽间。哇，嘿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看房日记。今天这一栋房子啊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能称得上是豪宅吧。但是自从我们拍了一些豪宅以后啊，我就发现每个人对豪宅的定义都不一样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啊、经济条件啊都不一样，所以我只能从我自身出发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上海的小老百姓来说算是个豪宅吧，但可能对于有些亿万富翁，然后那些顶级的天花板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房子而已。所以我们不去讨论是不是豪宅，然后每个人对豪宅都有自己的定义。哎，我们把门关了啊，因为大家刚才都能听得见，旁边都是在施工。没错，疫情期间泰国有很多的房子，大家都说哎呦滞销啊，卖不掉啊，但是我推荐大家的房子，小区里面都在不停的建新房，而且建的新房都是已经出售的。所以说，不光是外国人买泰国的房子啊，泰国本地人，相对一些有钱人，他也在趁疫情期间，也在吸纳一些好的房子。所以现在很多的，好的优质的楼盘都是泰国当地人在买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从我们正门一进来以后，分为左手边跟右手边。然后我们先从右手边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右手边这边就是一个会客厅，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外厅。然后我跟大家先聊一下啊，清迈有很多房子，应该说大多数的房子吧，都是属于兰纳风格的，然后尖顶的啊，有一些吊脚楼的这种感觉。但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一个房型啊，它是有英伦风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们这一整个楼盘是一个英伦风格的中高档楼盘吧。因为它最小的一个户型就有378平米，然后大的户型，最大的一个户型应该我们之前就拍过那个，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我家的那一个，我说我家的3000万豪宅，那个就是这个小区里面最大的一个户型。然后我们从这个外厅来说的话，就是我之前说的，可能很多人对于一些同事啊或者生意伙伴啊，可以在这边接待一下，然后聊一些生意啊。然后因为它整个是样板间，所以它打造了一个隔断，这个隔断把整一个会客厅隔成了2段。如果没有这个隔断的话，它的会客厅特别大，所以我们往这边来，外面是个会客厅，然后里面就变成一个小的类似于书房可以办公的一个区域。这边有一层书架。说实话，这个房子一进来我就感觉是个迷宫，就是哪都通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我这边是一个会客跟一个办公的一个区，从这边过来看到又有一片很大的长廊。我们还是先从这边走啊。这边过来以后，这边是1楼的一个卫生间。1楼的卫生间通常来说，我们没有客房的话，我们这边是不会设置于淋浴。但是这栋房子就特别奇怪，它有淋浴，但是它1楼是没有客房的。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找到答案了，待会儿告诉大家。我们再过来，这边就是一个内厅加上一个餐厅的一个区域，就是家人在这边吃饭，然后看看电视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我以为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沙发，坐的其实还蛮舒服的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电动的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沙发，我们家里买了一个，当然我们家里是一个单人的，不是这么一圈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样板间里面的家具都配的其实还挺不错的啊。然后我们从客厅，应该算是一个电视厅吧，出来这边就是一个餐厅，它是连通在一起的区域。我之前也说过，我觉得这样的设计特别好，然后有小孩子的话就特别适合。这个房子啊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东西在清迈是很少见的。这样的门我在清迈都很少见。这边是有一个类似于阳光房，就是全是玻璃的。可能可以在这边种点花啊，等于是个室内的一个小花园，然后下雨啊也不会淋着。我开始以为啊，就是觉得这样的房子会特别热嘛，因为清迈这种地方，它其实是有很多透气的窗的，这一圈都有很多透气的窗。另外，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说不需要这样的一个阳光房的话，上面其实可以让开发商帮你遮盖掉，做成一个瓦片的屋檐啊，都 OK 的。因为这个开发商是支持所有定制的，这样的空间可以大家自己去想，做成一个
我觉得像我喜欢摩托车的话，做成一个小车库，因为摩托车推方便嘛，可以从外面这样做个台阶，这样推过来，做一个陈列的。这边摆一台杜卡迪 Panigale， 这边摆一台雅马哈 R1，看着就很开心。然后从1楼的一个室内的小花园空间出来以后，这边的一个厨房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。大家如果经常看我们的看房日记的话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这个开发商的样板间的风格非常统一，对吧？这个一个中岛，然后基本上你能想得到的炉灶啊、托盘啊，包括一些烤箱啊、消毒柜啊、冰箱啊，一应俱全，全部配齐了。然后一样，就是通常我们厨房会有一个门通向室外，这个房子也是一样。它其实这边一样，就是可以通向一个后花园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个样板间它的花园面积不大，因为花园面积取决于你的土地面积，所以这个开发商基本上全是定制的。一般来说，样板间它选的土地都不会特别大，因为相对来说样板间本来就是总价会比较贵一点，然后再选大的土地的话，它的总价就会更贵。它总价做得很贵的话，它的受众的群体就会小一些，所以通常来说样板间的土地面积不会选得特别大。但是如果你对花园是有面积要求的话，可以选择一个大片的土地，甚至选择2块土地造一栋房，这样你家的花园面积就会特别大了。然后我们刚才厨房是这边进来，然后我们可以从这边出去，四通八达哪都通。然后这边又来到我刚才说的一个走廊的一个空间，这边可以放一些酒，对，酒也可以，或者你的一些展品啊，或者你想陈列的一些东西，其实它相当于一个走廊，但是它是有一个装置性的。然后我们从厨房一过来，我一开始就在想，为什么要有2个餐厅？我后来发现这个不是餐厅，其实它是类似于我们之前拍过的那栋3500万的那个房子，它是一个会客厅、会议厅，对吧？因为那个3500万那个房子跟这个房子是同一个开发商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开发商，也非常知名，所以它的整体的装修的风格都有点类似。刚才我说了，1楼有个卫生间，那个卫生间里面通常没有房间的话，不会设置有个淋浴。其实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客房，它的面积作为客房的话就会特别大了。另外就是说，它所有的插座啊什么都有。如果你家里不会经常有会议要开会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空间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客房。大家可以集思广益，自己想一下这个空间可以做成什么？儿童玩具，儿童房不太适合，玩具房很适合。真的，儿童房的话，可能你不会让孩子一个人在这边。玩具房这个面积特别好啊，你可以放滑滑梯啊，就我说那种，塑料的，对吧？那种小的滑滑梯啊，地上铺上那种软的海绵那种垫子，你可以生3、4个、4、5个都没问题啊，在这边玩，就是个儿童乐园。我真的可以做成一个儿童乐园啊，这个面积。还有一点啊，刚才我们是从门一进来右手边进去的，对吧？然后这边出来就是我们刚才门进来的左手边，所以门一进来左手边就是一个会议厅。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得有点头晕目眩了？真的四通八达，像个迷宫一样。然后我们来到这边，这边是一个杂物间，或者说是一个储藏室。这个空间就特别大了啊！通常来说，我们的储藏室是在楼梯底下，是一个三角区域，基本上只能到一半的位置。在这间里面的话，就得蹲下来了。但是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空间，而且这个层高特别高，我1.8米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层高，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房间。我觉得一些保姆间也就这么大了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放一些货架啊，可以放各种各样调料品。就像我家的储藏室里面，就像一个超市的一个仓库，就什么吃的喝的都有。然后你想要什么东西，直接进储藏室拿就 OK 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扇门啊，我刚才开始以为这边是一个1楼的卧室，其实不是，它是一个室内，完全室内的一个车库。通常来说啊，我们普通的车库就是一个有遮阳的，是一个半敞开的一个区域嘛。但是这边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车库，我家有一个密封的一个车库，我就是弄摩托车啊，但是这个是我家另外搭出来的，这个空间是跟房子一体的，是完全的交房标准，所以这个门也是电动的。大家可以看啊，这个空间其实只能停1辆车，但是外面有个空间还能停1辆车，所以就是室内室外可以有2个车位。当然了，你如果外面嫌就是会直接太阳晒啊热啊，也可以带个棚出去，就变成一个
一个是完全室内的车位，一个是半室外的一个车位。来看到这个车库这边啊，还有一个台阶下来。我开始不明白这边再做一个这个位置是什么？这个其实是一个保姆间，你也可以做一扇门。哎，这个空间按照保姆间的标准来说啊，算是很大很大的了。因为我现在的一个工作室就是保姆间嘛，只有一半，真的只有一半，正正好好一半，所以这个等于是通常的2个保姆间的大小。所以这个我觉得做保姆间有点浪费。如果你家里不是说要雇佣保姆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做其他用途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保姆间通常肯定会有一个保姆独用的一个卫生间嘛，它是在户外。因为我们没穿鞋，就看一下保姆间的卫生间就在这边，因为我们没穿鞋，赶快进去。其实这边就是刚才连通厨房的一个后花园区域，面积不是特别大，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样板间嘛，所以主要给大家呈现的就是房子里面的一个空间。然后我们从车库进来，然后就直接可以上2楼了。然后我们从这边的楼梯可以看到，它里面的风格跟我们通常楼梯不一样。通常楼梯这边可能是水泥墙，或者说是一些玻璃的结构，这边是一个铁艺，所以它很多的风格是搭配它整体的一个房屋的英伦的风格。然后上面其实就是卧室的一个区域。我们从第一间开始看，第一间就是一个标准的客卧，然后我觉得这一间应该是算最小的一间了吧。但是它虽然说是客卧，它也配了衣帽间。这个衣帽间啊，对于主卧来说肯定是非常小的，但是大家记住，这是一个客卧，客卧能备这样一个衣帽间的话，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台盆、马桶、淋浴。一个标配。然后我们从第一个客卧出来以后，这边是第2个客卧。第2个客卧其实它的面积跟刚才第一间差不多啊，但是装修的风格每一间房间都不太一样。刚才那一间偏深色，这边比较偏暖色系一点。因为我刚才想说浅色，因为后面还有浅色，这边就比较偏暖色。这一间来说，它就没有像刚才那间配了一个衣帽间，它是直接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。所以这套房子准确的来说，它是有4个卧室。但是如果把1楼的一个会议厅打造成卧室的话，就可以有5房，然后再加上一个保姆间的话，就是5房加上一个保姆间，6房。然后这个空间其实一样，就是一个马桶、台盆。哎，它的淋浴空间就要比刚才大很多了啊！大家可以看。这个淋浴空间就有，刚才是一个3角斜角嘛，这边淋浴空间要比刚才大1倍，所以每间房都有每间房的一个特色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第2间客卧，然后第2间客卧中间2间房，那边2间，这边2间，中间有一个客厅。哎，我刚才跟我老婆说，我特别喜欢这幅画，这幅画还挺漂亮的。然后这边其实是2楼一个休息啊或者看电视的一个区域，我们家其实也有这样一个区域，但是我做成了一个怎么说是喝咖啡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这边可以，其实我觉得2楼放一个冰箱特别重要，这边其实有空间，你可以放一个冰箱，然后就晚上起来啊，你要喝点水啊，拿点吃的啊，水果啊，就不用下楼，真的。虽然说只有2层，跑上跑下也很累，所以我一般会建议2楼的客厅放一个冰箱。然后我们去到这边的2间，然后从2楼的客厅过来，再继续深入。我们把主卧放在最后，然后来到第3间客卧。第3间客卧啊，就是我刚才说的浅色系。其实我个人比较，要不就是黑的，要不就是白的。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纯白的这样一个空间，就会显得特别亮堂。就像我在清迈，如果哪天不出太阳的话，我心情就不会特别好。所以我是个阳光 boy。然后这边我说自己的，其实这间房间要比刚才的2间客房面积要大很多，对吧？包括它的一些橱柜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橱柜做了整整1排。因为在清迈居住，我们通常不会有特别多的厚重的衣物，挂一些这种 T 恤啊，这种薄的一些裤子啊，我感觉挂10年的量都够了。然后我们继续过来，哎。真的每一间房它的特点都不一样，它外面是一个浅色系，里面就是一个深色系，就是一个台盆一个马桶，但是它的淋浴地方不一样啊，所以我感觉这间房应该是给父母准备的，
对吧？就是它的面积啊，各方面来说，应该不算个客房，应该算个次卧，应该就是给父母准备的。特别是这里，因为我家也这样设计，我给我爸妈的房间里面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坐的淋浴，我妈就觉得那个特别实用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有时候洗的时间长了，就会感觉有点累，或者说容易滑。真的建议啊，如果给爸妈的房间里面可以准备这样一个坐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用水泥砌比较牢固一点。我记得外面会有一些就是打洞钉在墙上的，我总感觉那些不是特别牢固，砌的特别实在，大家听声音特别实在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间就是给父母准备的。哎，这间房就是我们刚才章子怡哇的一间房。一进来可以看它的空间的确是很大，主卧嘛，主卧的配置它的空间肯定会很大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主卧它会有一个阳台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阳台看出去它的风景特别好，满满的绿化，像就是外面完全就是一幅画。很多人说绿化，我觉得最不缺的就是绿化，一场雨一下来，太阳一出来，哇，就是疯长。所以外面后面你看就感觉像是一幅画。然后现在大家能感受得到吗？就是现在这种风吹，可能看不到我头发在动。现在风吹得特别舒服，因为现在是清迈最舒服的一个季节。然后晚上基本上也不用开空调，慢慢就要转向进入凉季了。哎，其实刚才一进这个房间啊，最吸引我的就是这张椅子。这张椅子其实就是，我就是很喜欢这张椅子。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冰箱，主卧，它会有一个独立的小冰箱，就是你可以放点水啊。当然，如果说只是家庭居住的话，我觉得在门口的就是2楼的客厅放一个大点冰箱会比较实用，就每间房都可以出来用这个冰箱。然后，刚才我老婆为什么要哇，就是因为主卧的这个衣帽间特别大，大家都知道，女士，我刚想说女孩子，女士就特别喜欢大的衣帽间，可以放很多就是零零碎碎的东西。这边衣帽间不光这一边啊，有个梳妆台，另外再进来，可以进来看，这边有一个空间，不光这边，跟着我走，这边还有。因为它两边都设置了一个镜面的一个设计，所以显得这个衣帽间就更大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整个一排的衣柜，按照清迈这种天气来说，你说能放多少？你想要的都可以有了。然后我们这边，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小柜子啊。主卧嘛，除了会配一个阳台，还是会有一个浴缸。这边一个浴缸，包括它的台棚也要比之前的几个次卧要来的大很多，它的这个台面的空间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马桶，然后一个淋浴。虽然说它也是一个角落的一个设计，但是这个同样是主卧，这个空间要比我们家的那个淋浴大很多，真的大很多。包括里面这个瓷砖颜色我也特别喜欢。然后这套房子我们基本上就看得差不多了，因为今天我们会拍2套。时长的关系吧，我可能会把它分成2集，因为如果拍的时间太长的话，大家就不太有耐心去看了。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主要就拍这一套，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下一集也是同样这个楼盘另外一个房型。然后如果大家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，我会把所有的信息放在这边。因为这个是样板间，所以专门有样板间的一个价格，就是所见即所得。另外还是有一个空房的价格，就是交房标准，我们所谓的交房标准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啊，自己需要啊，可以选择，我是要直接样板间拎包入住，还是要一个交房标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转发。然后我们下一期在另外一个样板间再见。